建民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呢跟大家谈到川普总统啊，他昨天他在北卡的一个演讲中，就是他在一个竞选造势的演讲中啊，他这个演讲过程中啊，观众不断地爆发出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的呼声。It's always like this. They love our country, and we're not going to disappoint anybody. We're not disappointing them. For years, you had a president who apologized for America. We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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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川普总统这个造势演讲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是很多的。那么我本人当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那么互联网上呢，对川普究竟是当选还是拜登能够当选呢，有很多争执。所以这两天呢，有朋友就关心我为什么和夏明老师呢有这么一个赌约。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关心，都问我这个进展怎么样。我呢简单的跟大家呢解释一下，和夏明老师之所以产生有一个赌约呢，是夏明老师在前一天他发表了这么一个推特。他这个推特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川普溃败已成定局，主要有下面原因。第一个是性别壕沟，女性普遍厌恶他；第二个是代际壕沟，千禧代就是踢踏过的孩子们都恶搞他；第三个就是共和党和川共党切割，共和党的建制派都抛弃了他；第四个就是老兵和五角大楼的军事领导被他辱骂而拒绝支持他，用军队来反对民主。那么第五个就是指少数民族，也就是非裔啊、拉丁裔啊，对他是怨声载道。那么第六个是精英阶层呢，都普遍的鄙视他。那么最后就是因为他新冠疫情控制不力。这是夏明老师他自己在他推特上发表的一个就是川普败局已定的这么一个帖子，而且呢他指出了几大理由，为什么说川普肯定败了。那么夏明老师这个帖子发过以后呢，我呢说实话就认真地看了他的推文。在以前呢，我跟夏明老师之间呢没有什么交集，我们之间连互相关注都没有。我是这两天因为发了这个赌约以后，我刚刚关注了他。那么过去不大关注他，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发表很多言论，发表对川普诋毁的各种言论，我觉得这是他自己个人言论的自由，也是他的政治立场。每个人政治立场不同，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这很正常。但是自从上次陈光诚参加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党代会，发表了陈光诚的这个演讲之后，他说陈光诚是盲人瞎马的这个帖子发表之后，我对他这个人的价值取向就产生了看法了。因此呢，我也认真的看了他几天的推文，把他的推文都看完以后，我发觉他自己第一个在推文里面呢，经常呢会炫耀自己呢曾经在中国呢复旦大学的学历，嘲笑呢川普总统的学历第一，嘲笑川普的家族的学历第一。他经常呢把一些民主党的一些高层的学历高低和川普总统的家族以及川普总统竞选团队人的学历呢，经常做一些对比。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个人的一些优越感，这个呢也无所谓，是一个个人的价值取向嘛。但是他发布了川普败局已定，并且给出了这么几大理由之后，我觉得我要写什么文章来驳斥他，或者在视频里面用多少语言来驳斥他，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呢，我说过，我和他之间都很难去转变我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因此呢，我觉得就别玩嘴，咱们就玩点真的。所以我呢就在昨天就给他下了一个英雄战帖。这个英雄战帖，我也就是邀请夏明老师，你判断拜登肯定赢，川普失败已成定局。我认为川普肯定胜利。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呢不打嘴仗。我跟他讲，今年是第59届总统大选，所以我们就选择象征意义的$5900。你和我呢都各开一张支票，在1个礼拜之内呢，我们把它寄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李友谈教授。因为李教授呢，既认识他，也认识我，是我和他共同的好朋友。那么李教授的公信力，我非常的认可。那么我只是对夏明老师提出这个邀约，咱们不玩嘴。你说川普肯定输了，拜登肯定赢了，我认为川普肯定赢了，所以呢，咱们就用这个象征性的$5900。如果是拜登赢了，我建明愿赌服输；如果是川普赢了，那么李教授就把你的支票把它转给我。当然了，这个支票转给我，我一定是把它捐到支持川普、支持反共事业的那些公益组织里面去。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讲我为赌而赌，要去赢他那几千块钱，而是我们象征性的设定这么一个金额。有的人嫌这个金额大，有的人嫌这个金额少。我呢是认为，在美国一个中产阶层呢，你基本上年收入应该10几万美金，那么5900美元是占你年收入的5%左右，也就是说你出得起。如果说金额太低呢，我觉得意义不大了。还有人把它要求写成5万9、59万，我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不是为赌而赌。所以说有不少朋友提出他们要加注，那么感谢这些朋友的支持，那么不需要你们加注，也不需要你们出钱。至于那些夏明老师不敢应战，有别人带他应战的那些朋友，我也一律不回应，因为我不是为赌而赌。好多人觉得你是不是有赌的冲动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不赌的。我去过拉斯维加斯不知道多少次，我从来不进赌场，我连股票都不买的。我这个人很少和别人打赌。我跟夏明老师之所以我主动发这个赌约，我实际上就是要求夏明老师，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检验你自己讲的话。有一个叫 Lucy 的网友，他说的就非常好，他说赌实际上就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还是自己把这个话是说给别人听，在忽悠别人的。所以说我就是为了验证这一点，也就是你是否相信你自己说的话，你讲的话究竟是你自己坚信不疑，是你自己要表达你的真实立场，还是说你这个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只是忽悠别人。因此我对夏老师的赌约实际上就是为了验证这一点。至于夏明老师应战不应战不重要，我也不会接受任何别人的挑战，因为我说过不是为赌而赌，不是希望通过赌来获得一点赌资，那种炒作赌局的这种想法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跟夏老师做一个验证。好，这个问题呢就回答到网友到这里。至于夏老师应不应战都不重要，我只是表达了这个态度，也就是你夏老师你讲的话你要坚信不疑，这个话究竟是你自己相信，还是说你讲的话你仅仅是讲给别人听的，忽悠别人的。我建明对我自己所讲的话和我自己判断的这个政治结论，我是坚信不疑的。我相信川普总统是得到美国人民拥戴的，我相信川普总统一定在今年11月3号大选中获得胜利，他可以获得连任。好，谈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首先是关心到在北京发生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企业家叫耿肖南，他在9月9号呢突然失联了。经过1天查找以后，最终是他家属聘请的律师叫尚宝军的，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耿肖南夫妇目前被海淀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目前把他关押在海淀区的看守所。那么这个尚宝军律师已经接受了耿肖南家属的委托，出任他本案的辩护人。那么尚宝军律师根据他的调查说，耿肖南目前被警方定的是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个耿肖南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警方要把他们夫妇抓捕呢？而且要把他们定为涉嫌非法经营罪呢？耿肖南根据网络上介绍他是中国天化华天影业的首席执行官，这是曾经担任过这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就是 CEO， 担任过瑞雅书业的总编辑，也是中国民间独立的文化思想和艺术沙龙的主持人。耿肖南是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是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女企业家，也是个女艺术家，曾经在日本作为访问学者求学多年，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上面她的造诣很深。耿肖南是一个绝对有民主情怀的人，在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抓捕之后，他都是为他们大力奔走呼吁的。包括今年7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任被警方带走之后，耿肖南为之奔走呼号，向海外的各大媒体发布消息，引起大家关注以后，来呼吁许章任教授。所以耿肖南就像许章任教授在社交媒体上说的这样，多年来耿肖南仗义直言，为公义而呼喊，他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呐喊。这次轮到他本人受到陷害了，轮到我们一起为他该呐喊的时候了。这是许章任教授在昨天耿肖南失联以后，他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文字。那么耿肖南是因为他常年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包括一些公共事业、慈善救助、助学助农。他曾经在接受一次境外媒体采访之后，他有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此生做不成那种登高一呼的英雄，或暗月之躯的牧羊人，但身为小人物，也有小人物应尽的职责和担当。我做不了英雄，但是我可以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为英雄收尸。这就是耿肖南女士她的大义凛然的行为。所以说中共对耿肖南这一类的人士是恨得要命，因为毫无疑问来讲，耿肖南夫妇他们所从事的这种光明正义的事业，对于中共这个邪恶的专制是不容的嘛。所以说呢，现在中共就抓捕了他们。中共
共抓捕，中共一定是给他们安上一些经济罪名嘛，因为他们有很多经纪公司嘛，所以中共现在以经济问题为名，以他们涉嫌非法经营罪来抓捕他们，这就跟审判任志强一样嘛。大家可以看到嘛，任志强明明是以言论罪，任志强明明是反对最高领导，反对习近平，任志强明明是他因为写了这个文章，抨击了中共的邪恶体制，抨击了中国现在存在的这个独裁专制。中共恨任志强是因为他的言论罪，但是中共呢，他不以言论来定罪，所以他给任志强起诉的几个罪，不是贪污就是受贿，就是虚假经营，就是国有企业领导人擅用职权罪。那么他们现在抓捕耿肖南夫妇，同样都是以经济问题为名，然后以他涉嫌经济犯罪，然后来抓捕他。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共抓捕的背后，他究竟什么目的？他们警方呢，不仅是调查了耿肖南夫妇，调查了耿肖南夫妇他们的公司，并且封了他们夫妇的公司账号，抓走了公司的几个职员。目前他们2个人已经失联，其他有没有人失联？目前来讲还在调查中。所以说，像中共现在对异议人士的打击啊，你就可以看出中共现在是丧心病狂的，也就是洪朝末期啊，中共对所有反抗他们的异议人士，不管你这个人是有社会地位还是没有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的他们更要抓，因为这种人影响力大嘛，所以中共就通过给他们定不同的罪名，把他们抓捕。像许章任教授他们实在是找不出罪名了，他们给他安上一个嫖娼啊，耿肖南是个女的，耿肖南是个男的，说不准他们也给他安上一个嫖娼的罪名啊，这就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嘛。他们对所有反对这个体制、反对共产党一党独裁、反对专制的民主人士，他们通通都是要打击的。所以说，耿肖南夫妇这一次的失联，他就再一次暴露中共他的狗急跳墙，也就是中共他知道他这个政权快要灭亡了，在灭亡之前，他就试图抓捕一批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思想罪，都是因为言论罪，因为这些人从思想和言论上面都是反抗中共这个邪恶的、残暴的专制制度的。所以说，耿肖南夫妇，我们还会跟踪他的案件的发展，我们也会为耿肖南夫妇大声的呼吁，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大家一起来为耿肖南夫妇早日获释，来尽我们自己不懈的努力。因为中共可以讲，在全世界对他进行围堵的情况下，他知道他自己是度日如年的，他没有办法去抵抗全球对他的打击，他现在就是在国内去打击草民嘛，他先拿草民出气嘛。现在全球不仅仅是因为新冠病毒引向全球以后，全球都要对中共施以打击，那么更重要的是对中共的抵制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嘛。在昨天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面，就有媒体问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就说鉴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支持美国抵制2022年将在中国举行的冬奥会？麦肯纳尼怎么回答呢？麦肯纳尼就说这个问题他没有专门跟川普总统去讨论，他讨论了以后呢，他会给大家做出正式的回复。他说，但是呢，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打击和对中国进行的各种必要的制裁呢，是一步都没有松动的。About the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in 2022, more than 160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chief to revoke the Games from Beijing. Would President Trump support an American boycott of the Games over the Chinese regime's human rights abuses? I haven't spoken to him specifically on that, so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this president has always held China accountable. His actions very clearly show that. He has stood up to China, unlike any president before him in modern history. 也就是说，美国完全有可能会抵制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这个北京冬奥会呢，现在已经加拿大在抵制，欧洲有很多国家抵制。如果美国加入抵制的话，那么最终就变成了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很多国家都不来参加冬奥会了。如果他们都不来参加冬奥会的话，那么最终只能是中国一个国家带着那些非洲的国家一起玩冬奥会了。当然了，金牌肯定全是中国的，所有银牌、铜牌呢，那么非洲兄弟们每人弄一块。虽然这个非洲兄弟们从小到大他们没有见过一滴血，但是中国的冬奥会还蛮好玩的。共产党出钱啊，中共出钱，中共把这些非洲兄弟都请到中国来啊。山东大学还提供3个女学伴。开完了冬奥会就上山东大学了，所以说非洲兄弟会来拿你的银牌和铜牌，金牌呢毫无疑问都是你中国拿，因为没有别的国家来嘛，你中国一个人自娱自乐而已。所以最终北京的冬奥会很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2天呢，我们加州呢又山火不断，
前2天加州特别热，尤其是我们南加州，就洛杉矶这边啊，洛杉矶前2天这个气温呢，室外气温1度呢都是摄氏40多度。我前2天跟朋友们讲，我家里面的空调还坏了。那么很多朋友都关心空调有没有恢复，有没有修好？空调已经修好了。这2天呢，气温是有所下降了，但是呢，加州现在山火特别大。过去呢，加州山火呢每年也都有，但是呢，没有今年那么多，规模这么大。不但是加州有山火，而且附近几个州也有，我都有点怀疑啊，是不是有人人为的故意纵火的，像中共的特务啊、安提法啊、黑命贵之类的。因为往年啊，要么是南加州发生了这个山火，要么是北加州发生了山火，不会是南北加州、中加州，也就是整个加州从南到北都在同时的发大火。现在这个烟雾特别浓、特别重，整个这个空气里面啊弥漫的这个白色的灰尘，可以讲几天都散不去。所以说呢，我甚至认为是有的人是人为的因素。目前来讲，警方和消防局呢都在不断的扑灭山火。当然了，我相信如果有人为纵火，那么加州的警方一定是有能力把它查出来的。现在呢，就是说民主党呢，他特别希望呢美国乱，这种乱呢，他们才可以浑水摸鱼。因为呢，很多黑人呢现在被民主党已经挑唆起来了嘛，而且很多黑人犯罪他们不怕啊。一是加州有所保护，第二个是什么？民主党现在你看。拜登也好，他的副总统贺锦丽也好，都亲自慰问了那个罪犯，慰问了那个强奸犯，把他说成是自己的骄傲，是民主党的骄傲。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犯罪反而成了民主党热捧的是骄傲的人了。那么他们还哪在乎犯罪呢？尤其是加州，他们敢到加州来犯罪啊！加州对罪犯处罚的最轻，偷窃$950以下是不起诉的。而且加州马上还要通过一个法律啊，这个法律是啼笑皆非啊，就是说监狱里面如果那个男犯人，你认为你自己属于女犯人，你可以申请关到女监里面去的，关到女监里面去就享受了，女监里面全是女犯人啊。那么那些认为自己是应该关到女监的犯人，现在可以跟他们混关啊，这个加州法律都能通过啊。在贺锦丽的领导下，加州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法律通不过的。所以这就是民主党管制的加州的这个州里面的现状，而这种现状呢，也就是什么？现在美国的整个社会制度都经受着考验。为什么川普总统最近他总是要提到，也就是整个这个病毒给美国人生命造成巨大伤害，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伤的这个瘟疫病毒是来自于中国武汉，是来自于中国输送到全球的。现在中共矢口否认。美国现在就说他已经有明确的证据，现在我们不谈这个病毒是不是中国实验室里面刻意他们制造的，他们把它故意放出来的，但是至少这个病毒是中国把它传染到全世界，中国把这个病毒把它散播到全世界，这是中共根本就抵赖不掉的。因此川普总统在最近的发言里面反复提到，中国给世界带来了灾难，给美国带来了灾难。中国故意释放了这个病毒以后，由于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伤，那么对中共的清算，中共是跑不掉的，而且中共的手段是非常的险恶。川普用了很多单词，给中共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给的。This was a horrible thing. It was sent to us by China. Should not have happened.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his is a disgusting, terrible situation. That was foisted upon us. We shouldn't have lost anybody. Nobody should have lost. China released some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they should not have released. It came out of China. It went to Europe. It went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They could have stopped it. They stopped it from going into the remainder of China. It started in Wuhan, and they stopped it. But they didn't stop it from coming to our country. We've been put through a lot by China, by releasing this, by having this come here. 所以说呢，川普的这个发言就可以预示到，如果川普总统连任以后，那么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中共的这个清算的力道是不会小的。这2天蓬佩奥参加了东盟的一个视频会议嘛，蓬佩奥就在东盟的国家里面告诉他，美国是保护东盟国家他们这个自由海域航行的安全的。中共在南海的霸凌，美国是坚决不会接受的。美国一定会在南海规范中共在南海的这个和平行为。如果中共敢冒犯，那美国肯定是定斩不饶的。这也就是说，东盟的国家肯定是团结在美国身边了，不可能是跟你中国跑了。你中共现在是欺负人家东盟国家，人家东盟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是被中共欺负的。所以说，美国现在在东盟国家号召东盟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同时反抗中国对地区的霸凌。就是这么简单哇！你现在可以讲中共你在全世界是腹背受敌哇！美国国土安全部昨天宣布了禁止1000名
中国敏感专业的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停止了他们的 F1 签证和 J1 签证。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部长沃尔夫他在华盛顿演讲中明确就指控中国是滥用学生签证，把很多军方人员或者跟军方有关的人员隐瞒美国他们的军方身份，然后这些人呢持J1签证和 F1 签证呢到达了美国。那么最近停掉了中国这1000名跟中国军方和敏感专业的这些学生、这些研究生、这些访问学者的签证，就是美方要阻止中国军事有关部门派遣中国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到达美国，防止他们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stealing trade secrets that rob American innovators, to harvesting personal data to turn a profit, shattering the privacy of Americans of all ages, to exporting unjust business practices in the form of state-backed enterprises that harm American entrepreneurs, to hacking attempts to penetrate and compromi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conducting COVID research, to abusing student visas to exploit American academia. The actions of China may be unabating, but they are not unthwartable. Let me be clear, DHS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China. We are blocking visas for certain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with ties to China's military fusion strategy to prevent them from stealing and otherwise appropriating sensitive research. We are targeting illicit Chinese manufacturers who have exploited the COVID-19 pandemic by producing fraudulent, prohibited PPE and medical supplies that are especially endangering our frontline workers. 这就是美国首先是对美国认为敏感专业、认为跟军方有关的这些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对他们是一刀切。现在目前还没有对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一刀切，但是这个政策在不久的将来，我估计会发生，因为美国是一步一步来的，先限制美国认为敏感的专业、跟军方有关的专业，然后呢才会限制到其他的一些对美国认为国家安全有妨害的专业。因为现在可以这样讲，美国一直防范中国。第二个，中共在大选前2个月，现在密集的对美国干扰美国的大选，对美国进行了很多扰乱的活动。根据美国一个州叫乔治亚州，乔治亚州的州务卿他就宣布，在他们初选的1000多名注册的选民投票中，发现这些选民他们投票有过2次，这些人都会被以联邦重罪起诉。为什么说他们投票投2次呢？是因为他们先已经邮寄了1次选票，然后在投票日当天呢，他们再去投票1次。因为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就是邮寄的选票如果还没有录入系统的时候呢，系统是不能够识别这个到投票站再投票的人他是2次投票的。所以说这个人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差，就是他的邮寄选票已经寄出了，但是呢系统还没有录入，他本人再到投票站再投1次，这样的话就变成他有过2次投票。那么有2次投票后，也就是严重的破坏了美国的大选制度嘛。像这些人，按照乔治亚州的州务卿讲，他们都将会得到起诉。那么什么人做这个事呢？现在被查出的这1000多个人是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华人，在他们微信圈里面，通过微信圈里面号召很多人先邮寄了选票。那么这些人先邮寄了选票，到了大选那天，他们再去投1次。目前来讲，大选还没到，他们第2次还没发生，但是他们只要敢发生，他们100%会受到起诉的。这就是中共在不断地扰乱美国的大选嘛。美国已经查到他们很多破坏大选的证据，那么最终川普总统是肯定要跟中共算账的。中共不要以为他现在干扰大选，川普总统就肯定会落选。我告诉你讲，川普这个人不是吃素的，你真把川普的大选破坏掉了，川普这次真的被中共破坏掉，没有当选的话，我告诉你讲，在最终川普交班的那2个月，川普也绝对不会饶你中共，不把你中共打个半死才有怪的呢。更何况这种事情，我觉得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随便中共怎么破坏，川普总统最终都能够当选。川普当选以后，在下一个4年，你看川普怎么收拾你中共。中共现在就是内外交困，然后呢，对外面呢他就很嚣张，他高喊着他那些战狼的口号，在国内呢他就打击呢那些异议人士，像耿肖南这种公益人士，像耿肖南这一类的愿意为民请命，虽然自己自称甘当一个小人物，但实际上耿肖南不是男人胜男人，耿肖南就是一个大英雄。所以中共呢，他现在只敢去打击像耿肖南这样的人，在香港他们就打击人家像黎智英这样的人。这2天，香港警方居然抓捕了15个人。这15个人干什么呢？说他们炒作黎智英的一传媒的股票。
这个现在炒股也有罪是非常荒唐的。在香港这样一个法治社会，对于炒股的人员都抓捕，我感觉到是非常好笑的。根据香港警方一个新闻发布会，这2个警方人员，这2个男女警方人员，他们做出的解释，你看看他们的解释是不是啼笑皆非哇？有部分嘅被捕人呢，佢哋嘅買賣嘅價錢呢係幾乎完全一樣嘅，即係佢買入嘅價錢，幾時買、幾時放、咩價錢呢係幾乎完全相同嘅。咁喺呢方面呢，我相信係同一般喺你頭先所講嘅喺網上教人投資嗰啲咁嘅手法呢係有分別嘅。喺同一個事件裏邊呢，往往咧係牽涉到不同嘅罪行，亦都係牽涉到不同嘅機構、執法機構或者係監管機構嘅權責。咁我哋往往咧都係展開平衡嘅調查，亦都有過往有咁嘅情況，但係因為基於我哋係獨立運作嘅2個部門啦，咁至於證監會有冇展開調查，我哋都唔知道，亦都係喺呢方面咧係不便作出評論。部分人嘅年齡或者職業背景咧，令我哋懷疑咧佢嘅資金來源，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我哋係喺調查過程裏邊咧係思疑佢哋咧係干犯咗串謀欺詐嘅罪行。咁換言之，牽涉到佢哋罪行嘅一啲嘅犯罪得益咧，就當然係一個黑錢啦。咁亦都係會係牽涉到咧係清洗黑錢嘅罪行嘅。这个现在抓捕香港这15个人，说他们炒作壹传媒的股票，是在黎智英被抓捕以后，他们把这个股价拉升，拉到很高的情况下，然后再让这个股票下跌。我不知道这15个人他们有多大的本事，能够把壹传媒的股票既拉升又能下跌。而且是对股票交易，如果涉嫌违法的话，那应该是由证监会来查处，怎么会有警方，而且是警方的毒品调查科来查处炒股人士？我觉得这简直是全世界开的先例啊！特别是财政金融界的人士都感觉到非常的荒唐啊！怎么炒股也有罪呢？他说要查一查这些炒股人的资金是不是洗黑钱，洗黑钱你就打击洗黑钱，但是跟炒股没有关系吧？人家炒股，人家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市场行为哇。如果你说他的钱是黑钱，是毒品犯罪，那你应该去查他的毒品犯罪，查他的资金这个黑钱来源，而不是查他股市上怎么去拉升股市，怎么对壹传媒的股票产生了什么冲击。你们现在这个目的不就是让大家不要买壹传媒的股票，不就是打击黎智英，不就是让所有人在黎智英被抓捕以后，然后你们去雪上加霜，让黎智英的股票大跌吗？人家黎智英的股票在黎智英被抓捕以后不断的攀高，这是世界股市上的奇迹啊！也就是老百姓通过买股票的方式来支持黎智英。现在中共怕了，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去打击那些曾经用这种方式支持黎智英的人。他们说，凡是购买黎智英股票人都要被他们调查。现在已经抓捕的这15个人，他们的目的不就是打击那些支持黎智英的人吗？所以中共他这些做法，他都是政治行为。现在香港越来越跟中国大陆专制一样，然后实行大陆专制的那套恐怖制度来对待香港人民了。因此来讲，现在全球的政治风向都跟这次美国大选有关，也就是选择拜登还是选择川普。你选择拜登，那么就是左派当权，也就是美国就会演变成委内瑞拉，演变成共产党控制的美国的一个共产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是选择川普，那么我相信川普会找到共产主义的源头，在打击美国的什么安提法、黑人命贵这些黑人暴乱集团的背后，要看清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后面施的毒手。只有把中共这个邪恶的毒源铲掉以后，共产党把它消灭以后，全世界一定会迎来一个太平祥和的环境。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